这平时啊，打打兔子啊，打打野猪啊，磨练枪法。这关键时刻啊，枪法用上了。大家好，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事情呢，是比较的悲痛的。就在昨天呢，周日，在澳大利亚悉尼的邦迪海滩，两名枪手啊，向一群正在庆祝犹太教节日光明节首日的人群开枪，至少造成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是自1996年亚瑟港枪击事件造成35人死亡以来啊，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警方表示，两名枪手为父子关系，其中年长者在袭击过程中已经死亡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这是来自事发现场附近的居民所拍摄的一段视频。这是邦迪海滩到一个停车场之间啊，中间的桥上，两名歹徒正在对附近的人群进行射击，其中穿白色裤子的是其父亲。过一会儿，其父亲就走往人群，想近距离进行射击。该男子下桥之后啊，被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居民把枪拿走了，并被对方开枪射击。这个视频当中，两位嫌疑人已经在桥上被警察控制，其中穿白色裤子的嫌疑人已经死亡。再来看一下两位嫌疑人的照片。据消息啊，是巴基斯坦裔的。澳大利亚官员周一早上表示啊，共有40多位因伤住院。官员还称，两名警察在袭击中受伤。警方和该国领导人针对该起枪击事件啊，称为针对犹太裔澳大利亚人的袭击。执法部门将此次枪击定性为恐怖袭击。同时，警方在一辆与被击毙嫌疑人有关的车辆中啊，发现并拆除了2个简易爆炸装置。估计2个嫌疑人啊，想成功枪击完成之后逃离的过程中，假如遇到了比较大的阻碍，就这2个爆炸装置进行引爆。经过一个晚上的发酵，2名嫌疑人的信息啊也浮出水面了。2名袭击者为父子关系，祖籍啊可能是巴基斯坦。其中被击毙的50岁枪手啊，在1998年持学生签证到澳洲，过后成为当地公民。他的24岁的儿子则是在澳洲出生的公民。50岁的嫌疑犯自2015年取得持枪执照，并拥有6件合法武器。之后，澳大利亚联合反恐小组调查人员表示啊，悉尼邦迪海滩枪击事件2名嫌疑人曾宣誓效忠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警方在邦迪海滩2名枪手车内发现一面伊斯兰国旗帜。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6年前就已经在调查邦迪枪击案中2名枪手之一的阿克拉姆，他与伊斯兰国在悉尼的恐怖分子有密切联系。我觉得在这个事件当中，作为澳大利亚反恐联导小组的负责人，应该有很大的责任。虽然6年之前啊，他们已经发现了该嫌疑人跟恐怖组织可能有关系，但是在6年之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导致了现在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个澳大利亚联合反恐小组的负责人应该要负很大的责任。其实这起恐怖袭击事件也是有迹可循的，因为我们发现啊，从2003年巴以冲突以来啊，澳洲针对犹太人的针对性袭击啊就不断增加。2004年12月6日凌晨，3名蒙面人对墨尔本市的阿达斯以色列犹太会堂啊实施纵火。这起事件造成了会堂建筑大面积破损，还有1人受伤。在同月，悉尼发生了一起汽车纵火案，涉事的2座建筑
还被喷了反以标语。另外，悉尼歌剧院外的抗议活动中啊，极端分子当众喊出毒死犹太人这种恶毒的反犹口号。但是我们这里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穆斯林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只是说啊，在巴以战争的过程中，我们从现场看到的那些比较残忍的画面，激起了这些右翼的比较激进的穆斯林的复仇心理。虽然该起事件啊是缘起民族宗教的矛盾，但是呢，澳大利亚针对枪支管控的逐渐放松啊，也是进一步助推了这种极端事件的破坏力。要知道，澳大利亚曾因1996年推行严格控枪政策，成为全球控枪典范。但是呢，从2001年开始，居民合法持枪的数量啊，从220万支飙升至如今的400万支，增幅几乎翻倍。当然，这只是合法的部分，如果算上那些非法的、走私的，那数量我们就不知道了。而且，当前澳大利亚每周至少增加2000支新枪，通过合法的途径流入社会，且每人持枪的数量十分惊人，每个持枪者平均拥有4把枪，比中国人均一只手机数量还要多。仅悉尼啊，就有70余人持枪数量超过100支，人均100支，其中最高的囤了312支。这312支什么概念啊？这可以组建成一个武装部队了，战斗力还是可以的。此次悉尼邦迪海滩枪击事件中啊，其中一名涉嫌枪击者啊，就是登记在册的合法持枪者，其名下呀有6把合法拥有的枪支。我们说，为什么澳大利亚现在的枪支管控变得这么松呢？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澳大利亚控枪的执行权在下面的各个州，所以各个州为了自己的利益啊，针对特定的人群放松了枪支管控，其中包括爱好打猎的人群。部分州啊，为了迎合这些打猎的人群，将打猎俱乐部会员身份直接视为持枪的充分理由。而本次袭击者之一就是通过打猎这种方式获得的枪支。这平时啊，打打兔子啊，打打野猪啊，磨练枪法。这关键时刻啊，枪法用上了。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后啊，澳大利亚应该吸取教训，重新加大对枪支的管控力度。毕竟民众的生命安全啊，比多赚那些枪支的钱更重要。